并不是人生的终结。如果他执意要离婚，我一定会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你争取最多的财产。我们让他净身出户。离婚很不幸，这个不幸中的万幸，你只是我前妻的离婚律师，不是我前妻。您应该说，您本来没那么不幸，您真正的不幸是您妻子聘请了我做她的代理律师。这官司咱们能赢。你怎么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输过。工作越来越忙，两个人越来越没话说。如果这个时候婚姻里再出现1、2个新鲜元素的话，这个家就一定保不住了。新鲜元素，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？婚外情呗。谁的婚外情？我的。周老师，作为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前辈，能否给我们这些未婚的大龄女青年指条明路啊？好，作为过来人，跟你说2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人生啊，就有如在大海中漂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生命、自由和彼岸。如果你真的去在意那几根所谓扬着帆的破木头，等到真的有一天脚踩在里面拔不出来，就说什么都晚了。刚才跟你聊的是人性上的，我们再讲经济上的。我池海东100%算作是增值资产。1是我先天幸运，2是我后天的努力。我每打一个官司，就多赚一笔钱。而焦艳艳呢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会变得慢慢的年老色衰。华尔街的术语说，每一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，和女人交往就像是交易仓位。当价值下跌，如果我再不把它抛出去的话，那就砸手里了。石老师这番话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咱还请你表妹了？当然要请，燕燕是我表妹，能不请吗？但是我可请了海东了，他俩见了面不得掐呀？我就是特别想再给他们俩一个见面的机会。他们俩明天可要开庭，离了还有负的呢。我跟你说，他俩绝对负不了。你要说别人负呢，我还能相信，海东绝对不可能。如果他要跟你们家燕燕复婚了，在我这儿都抬不起头来。你谁呀？人家为什么在你面前抬不起头啊？这老婆给男人戴绿帽子这事儿吧，如果光自个儿知道，哎，没准可能还有负的希望。可是你想，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昨天我就在那块儿，把一切都目睹了，能好得了吗？再说了，本来就是你们家燕燕的错，还在这儿跟你装可怜，没劲。你不许胡说，燕燕是我表妹，她心里爱着谁，在乎谁，其实我最清楚了。而且以燕燕的人品来说，我觉得她不是耐不住寂寞吧，说不定另有隐情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别琢磨了，别琢磨了。我说这话也没别的意思。再说他们的事儿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他们俩顶多就是咱们俩的反面教材啊！咱们俩千万不能像他们那样。你相信我呢，一定会好好的爱你，好好的疼你，疼你一辈子。从第一次见到您，就心悦诚服。我怎么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都快打起来了呢？有吗？你不记得了？没有吧？那您平时都喜欢驾驭什么样的女性？像你这样的。你看你，又年轻，又漂亮，又真诚，又勇敢，上得厅堂，能够给自己谋求一个好的工作，下得厨房，能做这么一手好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会拿倒立。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女人。
你非常非常吸引我。你就别走了。别吓到我，明天要开庭，早些休息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啊，一直就有外遇。听清了吧？我一直都有婚外情，我还可以让你知道的更清楚一点。今天久了，车老师。老婆，你可以用膳了。谢谢老公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别呀，你得吃早饭啊！你干嘛去啊？今天燕燕开庭啊！哎，你换衣服一块儿去啊！不是你等会儿，人家离婚，你干嘛去啊？她是我表妹啊，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去？你就停！来，你坐着，我给你讲讲啊。干嘛啊？这事儿不是大不大啊？你现在怀着身孕呢，这种地方不适合你去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亲爱的，如果你去，我不跟你去，我肯定不放心啊。但是如果我要跟你去了的话，我看见他们在法庭上吵吵起来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宝贝儿，这结婚的事儿咱可以跟着参与，这离婚的事儿多晦气啊，咱就别参与了，对不对？对我宝宝胎教也不好。那我怎么跟燕燕说呢？她还指着我给她当亲友团呢。简单啊，你就这么说吧。你说啊，我们家现在什么大事儿、小事儿都有老曹做主，我说了根本不算的。他不让我去，我都不敢去。你，那我多没面子啊！人家该说了，哎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听你老公呢？在家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幸福的女人才有男人给做主呢，只有那不幸的女人啊，什么事儿都自个儿张罗。你看那女的在外面啊，跟女强人似的，什么都自个儿张罗。那你说要我们男人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那我赶紧记录下这幸福的一刻。我以为，导致我婚姻过程中夫妻情感破裂的主要原因，来源于我对我所娶的女人的不了解。我其实对我的婚姻生活，一直充满着期待。我一直以为，当我辛勤工作一天回家以后，我的家应该是温暖的、整洁的和干净的。但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以为男人负责赚钱养家，女人负责的绝不仅仅的是逛街、美容、购物和花钱。所以我认真考虑了我的未来，我认为在这样的婚姻里，我不会有美好的生活。我有离婚的权利和自由。我恳请法庭支持我的合理诉求，判决我离婚。审判长，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，污蔑污蔑和他生活多年的妻子。实际上，我的当事人焦艳艳是一名非常称职的妻子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深爱自己的丈夫，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他们夫妻婚姻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，正是因为原告对婚姻和爱情的极不负责任。我这里有一段录音，烦请书记员当庭播放一下。人生啊，就有如在大海中漂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生命、自由和彼岸。如果你真的去在意那几根所谓扬着帆的破木头，
等到真的有一天脚踩在里面拔不出来，我就说什么都晚了。工作越来越忙，两个人越来越没话说。如果这个时候婚姻里再出现一两个新鲜元素的话，这个家就一定保不住了。新鲜元素，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？婚外情呗。谁的婚外情？我的。我池海东100%算作是增值资产，一是我先天幸运，二是我后天的努力。我每打一个官司，就多赚一笔钱，而焦艳艳呢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会变得慢慢的年老色衰。华尔街的术语说，每一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，和女人交往就像是交易仓位，当价值下跌，我再把它抛出去，那就砸手里了。原告，你对被告提供的这段录音有异议吗？我认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取证的手法极其卑劣。通过这段录音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原告之所以选择离婚，正如他所说，他是以婚姻为诱饵，致使那些年轻貌美、涉世未深的女孩嫁给他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原告根本就没有长期持有的打算，他会在2到3年之内把他们像股票一样抛售出去，清仓处理，之后继续以婚姻为诱饵，净仓那些更年轻、更貌美的女孩。我的当事人焦艳艳是一名全职太太，这些年里头尽心尽力地照料原告的起居生活，现在却要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，只因为原告的喜新厌旧，被迫搬离自己的居所。我认为这样的离婚非常可耻。夫妻一方所取得的婚前财产归其所有，除非有书面约定，否则绝不会成为夫妻共同财产。我的2栋房子和我的存款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如果焦艳艳和我结婚以后，就能平白无故地拿走我所有的劳动所得的话，婚姻就成了一场抢劫了。那么请问原告，你是否记得你曾经给你的妻子有过许诺，如果日后你对婚姻不忠，你听凭他发落？你要是记不起来，我可以当庭播放你们的微信记录，帮助你回忆。烦请书记员再次播放。那个明天啊，在上海跟人约了一场球，晚上跟几个朋友坐晚班飞机走。你想去吗？你要想去，你就收拾收拾。你跟哥们玩去吧，我就不添乱了。哎，周末我要去看芭蕾，你回得来吗？肯定回来啊！啊，我亲爱的就这么点高雅的爱好，我保证满足。不许沾花惹草，听见没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我如果有沾花惹草，全凭你发落啊！你要我怎么着，我就怎么着。那我就让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行，我净身出户啊！那好，我直接去机场了，不多说了啊。原告，你对这段微信记录不想说什么吗？想啊。我想问问焦艳艳女士，你听见刚才那几句话，是不是也觉得那是咱俩说的夫妻戏言？那么请问原告，什么才叫夫妻誓言呢？看来原告是把对婚姻的基本忠诚视作了儿戏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原告在追求我当事人的时候，曾经写过大量的电子邮件，为了取得我当事人的信任，原告以文字形式做出了书面的承诺，上面清楚地写道：如果日后原告做出了对不起我当事人的事情，那么原告所有的财产将听凭我当事人发落。原告，你对我提交的这一份证据应该不会有异议了吧？男人在恋爱中说的那些胡话，和在酒桌上说的那些醉话，能当作协议吗？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屁话。原告这番比喻实在令人遗憾，在我个人看来，这是对爱情和婚姻莫大的侮辱。我也想提醒一下原告，
酒桌上签订的合同，只要不是被胁迫，就应视为有效合同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原告自愿以书面形式做出了承诺，而我的当事人则以婚姻为实际行动，对他的承诺做出了回应，双方则缔结了忠诚协议。只要在不影响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，就应视其为有效，且对双方产生法律的约束力。被告方委托代理人一直对我婚姻中的不忠行为横加指责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证据吗？那就烦请书记员继续播放录音。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你非常非常吸引我。您别忘了，我是您妻子焦艳艳的律师。焦艳就是个屁，可我今天喝得好，你就别走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啊，一直就有外遇，听清了吧？我一直就有婚外情。我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我一直都有婚外情。我一直都有婚外情。那么，请问原告，你对被告提出的所有录音的证据的真实性是否认同？我认。不可能，海东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样对我呢？怎么办，罗丽姐？海东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海东，你怎么可能这样伤害我？静一下，听我说，今天啊，咱们班可以说是双喜临门。这双喜可不是一般的喜啊！这第一喜啊，要庆祝咱们班的萝莉打败了江湖上号称是天下无敌、举世无双、孤独求败、从未有过败诉记录的最牛律所的最牛律师。哎，萝莉啊！虽然最终你这个官司是庭外和解了，石海东自愿净身出户，这一战还是你赢了。哟，不容易呀，可真是不容易呀！你说你是怎么让他低头的？就是你们都别瞎起哄，这杯我干了。好，来，咱干一个。哎，同学们，我接着说第二喜啊。这第二喜是什么呢？对啊，第二喜就是我们班又多了一个幸福漂亮的妻子汤美玉。鼓掌！丽丽，祝贺你，真为你高兴。你会成为中国最棒的律师。不要浪费你的天分，相信我，不要随随便便嫁给一个男人，过那种平淡乏味的日子，那种平庸的生活只会毁掉你，不会成就你。我不会对别人说这样的话，只会对你。丽丽，你在听吗？我真的为你高兴，特别高兴。我期待能听到你的声音。丽丽，真的祝贺你，你会成为中国最棒的律师。吴文辉吧，我没搭理他。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搭理他，你应该搭理他。他是法学界的翘楚，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。他如果提携你一下，您就是青年才俊了。
他如果随便划了个单子，您就日进斗金了。好了，娘娘，咱们进去吧。我是出来上洗手间的，你以为专门出来抓你吗？好吧，娘娘，陪你上洗手间。我一怀孕怎么这样啊？老跑洗手间。哦，巧妙的探苦经呢。沈老师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就同意协议离婚，净身出户了呢？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，我还不知道一个律师到当事人家里干嘛。啊？合着您这是故意输给他的？这官司啊，输就是赢，赢也是输啊。你不让焦艳艳死了这条心，焦艳艳她怎么开始新的生活？您这不是一下子就回到解放前了吗？嗨，也没事儿，我好好跟着您干，重新打一片天下啊！您节哀。小刚，咱们是干离婚律师的，干咱们这行啊，看见别人结婚，劝别人小心；看见别人离婚，要对别人说恭喜。恭喜，恭喜。丽丽，期待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呀，就烦你这一点，说断了吧，心里根本就放不下他，一遍遍听他的微信，你又不搭理他，搞得特古典。那我能怎么着啊？拉黑他呀？你现在就可以拉黑他。您现在是可以拉黑他，问题是半夜你忍不住回家悄悄把他加上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重点呀，不是你们俩联系不联系，你可以跟他天天联系，天天见面，一块办案子都行。但是你得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男人，专属你的，宠你、爱你、在乎你的。知道啦，看你微博了啊，幸福的新娘。我现在是娘，早都不新了。哎，你瞅瞅你这一身儿，咱们今天是同学聚会，又不是上法庭，你看看你有点女人味儿吗？你这身挺大气上档次的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做个女人最重要的是找个好男人嫁了，结了婚，生个孩子，那是属于你自己的幸福，比你打赢多少官司都重要。那每天找咱们哭哭啼啼、寻死觅活的，90%以上都是嫁男人有了娃的，我怎么没看成幸福啊？那是他们没有找对人，你得找那些负责任的，像我们家曹清坤这样的就可以啊。好吧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终于找对皇上了。娘娘回宫吧。你就没个正形，回宫了。小刚啊，今天曹建坤婚礼我就不去了，他是咱们重要的大客户，你给他包一个1万块钱红包。啊，我已经到这儿了。你把卡号给我，我汇给你。啊，没事，我取一点吧。这里头刚好有银行啊，我取了得了啊。好好好，哎。哎，先生，您是忘了密码吗？哟，罗律师啊，哎，您怎么？哦，您是来参加那个汤美玉婚礼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你也忘带红包了？我没忘，我怎么能忘呢？我们池老师忘了，您这是忘了？嗨，别提了，包好了放包里了，换了一包都忘了。那您要是想不起密码，我先取。行行行行。娜娜，是我啊，小刚。你那个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在提款机取钱呢，我忘了密码了。我那密码是你生日，啊，喂，牛什么牛？必定是你生日。倩倩，是我，哎，小刚，那个我挺好的，你呢？
是吧？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找着男朋友没啊？没呢，太棒了！你今年那生日我来给你操办啊！哎，已经过了，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告诉我过了是今年几月几号？喂，密码想起来了。这个就是实践的经验告诉我啊，以后绝对不能拿女朋友的生日当密码。关键是女朋友太多吧？罗律师，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啊？您再包一个红包，然后取1万块钱写我们老大的名字，您就当是帮他的忙。我为什么要帮他的忙？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呢？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您在法庭上给他打得灰头土脸的，他都没脸出门见人了。您就当是给您那个手下败将一点弥补。我请您帮忙吧。行吧，气得还我啊！是，一定还你。就这样嫁了？就这样嫁了。结婚那么大事儿，不告诉你爸妈？那怎么办呢？他们不同意啊。反正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迟早得认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娄律师正在跟客户谈事情，我是他的助理 Lisa，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哦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可以把邮箱发给您，您可以把材料发给我，好吗？好的，客气，拜。你这么说话，真不怕把自己恶心死啊？打赢了一个离婚官司，恨不能全世界的离婚官司都来找我了，也不是是喜是悲。你说你也算是一战成名，小有名气了吧？您就不能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助理啊？天天学 Lisa， 你不累呀？好的呀，娘娘给我钱，我可以找100个助理呢。你抠死了！我以后就是活活抠死他。怎么样，新娘子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大娘。好，谢谢啊。快去，到那饮料那边站着。我就在你右后方啊，你到时候扔的时候注意一下力度和角度，往我这儿来，千万别往那边去，听到没？萝莉，接捧花这事儿你也要让我跟你作弊呀？汤美玉，咱俩好歹闺蜜一场啊，你家结婚事小，扔花捧才是大事儿。我明天能不能嫁出去就看你的了。好吧，那咱俩只能狼狈为奸了，不许辜负我啊！快点吧！1、2，嘿！死定了，新娘子！新娘子。唉，真没想到你就这么嫁了，特别舍不得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无数次幻想过今天这样的画面。可是，在画面里，新娘是你，我才是那个接捧花的人。我真没想到，事实是相反。讨厌死了！搞那么煽情干嘛呀？说的我都快哭了，真是。小汤汤快长大，干妈还指望你给做花童呢。我就怕他等到大学毕业没等到你那天。呸！你个乌鸦嘴，你这咒得好嘛？说不定今儿我就在你婚礼上找一如意郎君，明天就嫁了。你那台不用拆啊，明儿我就给办了，让我又能省一笔。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，也是个甜蜜的日子，更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曹乾坤先生和汤美玉小姐选择在今天携手永结同心。花表姐今天多漂亮呀！
再怎么漂亮也没有我们燕燕漂亮。此时此刻，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吗？说呀。那个，首先特别感谢好朋友们的到来啊。其实有想说的很多，但是今天真的挺紧张的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媚月，特别感谢你在这个冰冷的城市给了我一个家，谢谢。这样吧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忠不忠，看行动。我们美丽的新娘又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呢？其实，今天站在这里，不只是我们2个人。曹乾坤，你以后要对我们娘俩好点啊！接下来，让我们见证最神圣的一刻，新郎新娘交换爱的信。请我们的摄影师记录下来这最美好的一刻。戒指，给他。哦。希望你们彼此把爱的信念通过指尖沿着血液传递到对方的心房。在这神圣的一刻之后，大家是不是想听到他们对爱的誓言呢？今天起，我们结为夫妻，我们将彼此依赖和爱护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健康或疾病，都将患难与共，不离不弃。曹乾坤，汤美玉。曹先生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哎，他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会儿跟你说。哎，谢谢，你吃啊，吃好一点。霞涛姐，美玉姐啊，表姐，你今天太美了，我刚才特别感动，真的，我太为你高兴了，祝贺你，谢谢。恭喜你们。萝莉姐，上次的事情多亏有你啊，特别感谢。你看你有时间方便的话，我请你吃饭。你呀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罗律师，人家多敬业呀，为了你这个当事人的利益，自己深入虎穴。先吃点东西去吧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伴娘。是吗？不比新娘差。谢谢谢谢。其实我很欣赏你们这种比较有知性的女性。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办得差不多了，别墅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，现在就差公寓的还在陆续搬呢。你呀，稍微注意一点，不差这2天，别搞得节外生枝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就别管我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
刚才婚礼的时候做事了吧？啊？有吗？有啊，你差点把戒指送给我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失陪一下。哎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合着他俩的事儿你早就知道呀？我以为你也知道。我知道，我上哪儿知道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们谁告诉过我呀？现在你知道了，知道不知道又能怎么样啊？说的难听一点啊，就算焦艳艳是潘金莲，你既然是潘金莲的辩护律师，你就得站在潘金莲的立场替她辩护。谁花钱请你，你维护谁的利益啊？你总不能收着人家潘金莲的律师费，你站在武松立场上吧？美玉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影响我的专业判断？行了，今天不说这事儿了，今天是我大好日子呢，我敬酒去了啊。婵儿，哎，那个特别感谢啊，你今天过来客串我这个主持婚礼。别客气了，我是你们俩的朋友，举手之劳啊。小小心意啊，一定得收下，一定得收下，特别感谢你，真的。行，那我就当是沾着你们俩的喜庆。你伴娘不错啊，挺可爱的。不错啊，不错啊，我同学。你同学啊？对啊，大龄剩女。你没看刚才拿着我的戒指，死死不肯放手的。像他们这种岁数，每参加一次婚礼就是一次心灵的地震。要不怎么着，你去拯救一下？别，我就说你别闹了，拯救一下挺好的。我跟你说特别好，大律师专打离婚官司的。是吗？啊。看见没？看见什么了？焦艳艳和他新欢啊。人家离婚了嘛，是自由身，谈个恋爱很正常。他们俩这样啊，要是离婚后，那叫恋爱自由；这放到离婚前，叫奸夫淫妇。你学法律的这么说叫空口无凭啊？我没有空口无凭啊，我看见了，我是人证。你看见了？你看见什么？我不方便透露给你。是不方便透露呀？还压根儿就是无事生非呀？随便你怎么想吧。我觉得你这人挺自信的。你说焦艳艳这离婚官司她敢打，哎，您还真敢接。你们俩都不是一般人。我真是感谢这个上天没让你当包公啊！你说这狗头铡要是在你手里握着，那冤死的可就不止迟海东一个了。迟海东冤枉吗？法庭上你可是亲耳听见那段录音了吧？哎，你平时看柯南吗？漫画的，没兴趣。真相永远只有一个，天知道。慢慢品吧啊。换衣服了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晚上山捧花了，下次吧。谁还下次啊？如果这个时候婚姻里再出现1、2个新鲜元素的话，这个家就一定保不住了。新鲜元素，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？婚外情呗。谁的婚外情？我的。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？婚外情呗。谁的婚外情？我的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啊，一直就有外遇。就别走了，我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我一直都有婚外情。
不是好娘。